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封神之日来了，微博之夜，明星动态即将结束。话虽如此，肖战早出门了，家人都等得不耐烦了，该回家了，因为诸神大战的日子快到了，春暖花开的星光熠熠的晚会上海微博之夜。投票时间：2023年2月28日至3月20日，开放日期3月25日。提名王热门人选：肖战、王鹤棣、朱一龙、王一博、吴磊、张若昀、胡歌等。影后提名：赵丽颖、杨紫、赵露思、白鹿、杨幂、热巴、刘亦菲等。目前网上只公布了6位明星嘉宾，分别是邓超、关晓彤、毛晓彤、周栢畅、徐凯和唐建基。据悉，首批投票结果官宣，微博王肖战提名人数已过万，紧随其后的还有王鹤棣、王一博、蔡徐坤等，大家对派系实力十分熟悉。第一个就是微博天后杨紫，他们是非常恩爱的一对，现在投票还在进行中，有可能再次中奖，再次在一起。人群将注视和期待25日时装周期间，明星们在秀场上的待遇如何？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是最好的。时装周上出现了很多受海外奢侈品牌邀请的艺人看秀，各个的着装和待遇都引起了国内外网友的广泛关注。因为艺人的国际影响力不同，品牌总部给予的待遇也不同，因此有的艺人多套超级休闲装，有的人穿着当季或过季看秀，有的艺人走到哪里有车队和保镖组护送，有的艺人和人群一起移动，然后比如有的艺人逛店总部 CEO 陪同，有的好点是亚洲总裁陪同。下面就简单介绍几位参加过节目、流量比较大的艺人来看节目待遇。其一，品牌代言人程毅，唯一受邀出席娱乐圈秋冬系列秀的代言人。机场待遇，品牌派车专人接机，2名保镖随行贴身维护。探店，亚洲区总裁陪同探店试衣。秀场服装，春夏系列，不是第一次穿。这个待遇可以说是小有名气的基本待遇，不好也不坏吧。二是刘雨欣 ，DIOR 品牌形象大使 ，DIOR 这次在娱乐圈似乎请来了刘雨欣和章子怡2位艺人。秀场服装，2023春夏当季，看秀场位一般般，章子怡的场位比较好看。入场待遇，由品牌女装创意总监和大中华区副总裁陪同入场，网任官宣。可见刘雨欣的待遇不如同领域的金智秀，但作为该品牌在中国的形象大使，基本待遇还是总部认可和给予的。3 ，TOPS 品牌代言人刘诗诗秀场服装，2023SS 当季，店铺参观春夏新品粉丝视频时，在品牌总部 CEO 在场的情况下参观位于米兰的 TO 旗舰精品店，但品牌未对外公布。晚宴，参加品牌秀晚宴 ，CEO 位置优先，秀位置在 CEO 左4。作为品牌代言人，刘诗诗的待遇也符合奢侈品牌的规范，粉丝们似乎也基本满意。4. 蔡徐坤，代言人，合作多年，多次看秀服装，2023季，品牌方陪同基金会观展，到总店探店挑选秀场造型，到甜品店品尝美味，秀场与老板晚宴合影，品牌官方全程跟进。作为品牌代言人和娱乐圈内的人气流量明星，蔡徐坤在总部得到了认可。5. Gucci 品牌代言人李宇春，机场由品牌专人接机，2名品牌身边保镖护航，看秀服装2023FW 超季，出席 Gucci 品牌晚宴，看秀地点开云集团董事长夫人离开。这个待遇也很好，可见李宇春不愧是合作多年的品牌总部认可的代言人，基本上各方面的待遇都经得起推敲。第6，肖战，最杰出的招待的当然是肖战，肖战直接是本次时装周内2场高奢邀请的唯一艺人和品牌代言人。看秀地点 Gucci 和 TO 的秀，肖战的位置在总部 CEO 右边。晚宴，肖战参加 Gucci 晚宴和 TO 的家庭晚宴。服装都是秋冬第一次穿的，品牌送了几套到销的酒店让他选，还请裁缝上门整理。专车出行，品牌专人接送，全程跟拍，品牌安排了1个车队和保镖团，4名保镖，3辆汽车为行程保驾护航，可带4名保镖，4名助理直接进入秀场。
观看演出期间入住的酒店为米兰最贵的高级豪华酒店宝格丽顶楼1整层。演出结束后 ，Gucci 受邀前往佛罗伦萨拍摄宣传片，并参观 Gucci 博物馆，陪同闭店参观和私人飞机开车送肖战参观总部、工厂及当地一些知名相关景点。行程继续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。当然，作为当红顶流，肖战当天出席节目，直接就4大世界趋势和多国趋势进行了报道。随后约有150家电视台、杂志、媒体、知名博主正式报道或提及。他的影响力也充分让他配得上高级奢侈品给予的关注和礼遇。届时，我们将继续期待巴黎时装周上其他艺术家和名人的精彩表演，也将看到更多我们的内城艺术家走上国际舞台。以上信息为粉丝分享，欢迎补充。02无望的文盲，王一博赵露思尴尬丢国外，肖战赵丽颖千禧全翻车。谁能想到有一天绝命文盲事件继续发酵，卷入其中的名人也越来越多，这也让我们发现人是有成长能力的。很多明艳的人外有内无文化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。名人只是一份工作。近日，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戏导演郝荣的一段话，谈及演员的文化修养，称演员最终是为文化而战，道知识的重要性。据神奇网友的细心发现，现在很多国家的媒体都在谈论绝望的文盲这个话题，其中王一博和赵露思是被指指点点的2位艺人，两人尴尬地被丢到国外，甚至文盲绝境成为了高考的热门素材。这也说明这件事会一直跟在明星们后面，除非有一天他们能证明自己的文化素养确实有所提高。我长大了。王一博之所以被网友 Q， 主要是因为他和梁朝伟、周迅等人主演的电影《无名之辈》受到了很多关注，而他在采访中却问了3个问题，让人怀疑他是否理解这个角色。题目无法给出明确答案，只说演员是我，然后回答错了我在胡同中扮演的角色的时代，让人目瞪口呆。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荣谈到演员文化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从我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到现在担任院长，我始终相信一个演员为之奋斗，文化到底，他才能走多远。要看文化、人物形象塑造，这是一门非常严谨的科学和学科，需要有扎实的文化素养作为基础。现在有拼命这样的说辞，网络上的文盲正好印证了我刚才说的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观众对演员的标准会越来越高。一个人民艺术家不能只靠外在形象的美，因为无论怎样容颜再美也会老去，但你塑造的艺术形象总是那么深入人心，我觉得这才是演员永葆青春的正确方式。有人评价王一博的演技就像一个走投无路的文盲在写文章，而相关圈内人士也纷纷出面吐槽王一博没内涵。我老婆采访他，既不识字也不拼音，采访难度很大，基本无法在网上交流。经纪人在旁边说，而他听了一段复述，很形象，资本管制。记者问王一博，如果你当时遇到叶先生，你会对他说什么？王一博，首先我觉得这种问题意义不大，也不想说什么。记者，我想知道叶先生在您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那么当你在塑造他，想要呈现给观众的时候，你觉得他最难捕捉到的是什么？王一博沉默良久，这个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因此，很多人看了采访之后，都觉得高冷只是王一博的保护色，其实缺乏内涵，无法与人顺利交流。官方，当你连戏的逻辑都懒得想，甘心做导演的傀儡的时候，就别怪人家把你当笑话了。文盲并不可怕，你活在资本和粉丝的幻想中，对人性和人生一无所知。任何一个觉悟并愿意当傀儡的人，真的是无药可救。王一博出圈最经典的事件就是过来旅游这几个字写错了，之后发布的手写信也是错别字满句，看得人头大。他被称为九漏鱼。赵丽颖之前拍摄碧瑶时的采访内容也是一言难尽。记者，您对碧瑶的印象如何？赵丽颖，没有深入了解，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。记者，你接到剧本后有看小说吗？赵丽颖，没有。记者，你为这个角色做了什么准备吗？赵丽颖，不是，为什么要准备？记者，拍摄前不需要准备吗？赵丽颖，看了她的传记介绍之类的。记者，
其实你的演技是观众认可的。赵丽颖，可能是我比较聪明，观察比较多。记者，您对观察的细节印象深刻吗？赵丽颖，没有。肖战还被扒出你好写成哦，努力中的心写错了。易烊千玺谈起如何理解岳飞之死，表示这是一部非常东方的言情小说，结果却被用在了不的意思上。在看到这么多明星翻车后，很多人甚至只是希望自己的偶像能够正常谈恋爱、上班、交税。为什么观众底线不断下降？其实是因为很多一线明星太让人失望了。像过去的演员，即使不认识几个大人物，也一直在努力学习、提升自己、改变自己，成为一个合格的演员。我们也应该这样要求，才能还给影视行业一个好的环境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